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张宇轩。如今以巴发生战争是大家都不乐见，而且对于全民来讲非常不幸的事情。但拜登在做什么，却好像还在自我感觉良好。拜登说了什么？他说哈马斯为什么会突袭以色列？在讨论到战争的原因，他竟然讲是因为我把以色列跟沙国的关系给撮合好。不满呢，我们正在推动两边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会让中东团结在一起，才发动攻击，所以把责任归咎在自己身上，说是因为我做太好了，甚至呢，就连哈马斯释放了2名美国母女的人质，拜登也要蹭，欣喜的通电话，还发表声明说，现在都已经在以色列境内了。拜登欣喜若狂说，很高兴他们很快就能与饱受恐惧折磨的家人团聚。美国国安会发言人 Kobe 则是讲，美国积极的参与了哈马斯释放美国人质的行动，并且以色列跟卡达都发挥了关键因素，又说是自己的功劳。难道现在拜登认为这是自己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重要时刻吗？说证明美国是决定世界历史走向的唯一国家，甚至在演讲当中提到，他确信这是他整个政治生涯为之磨练的时刻。当有人质疑他的年纪时，他总会强调这一点。不过，却有人犯下危险的错误。什么错误？在拜登跟美国驻以色列的特种部队合照的时候，各位就是这一张照片。现在我们已经帮你打上马赛克了，但当下他发布的时候，竟然脸都没有打码。对于这些至关重要特种部队人员，他的家人甚至他的亲朋好友，可能会因此遭受到人身安全，竟然就这样把身份给泄露出去了。而再回到以巴之间的战况，现在以色列蓄势待发，甚至扬言点名2名哈马斯的领袖就是我们的首要对象，一个是战略家戴夫，一个是政治领袖辛瓦，甚至对他呛瞎说：大难临头了，你只有2条路。无条件投降，或者直接被狙击掉，没有第3个选项。而现在以色列也公布了最新的作战计划，他们说要做什么？要在加萨建立新的政权，并且呢，透过3步骤。不过以色列的防长也讲了，确实这个3步骤啊，会相当的激烈漫长，但是我们很快就会下达去执行。第一阶段，透过空袭轰炸毁灭掉他们的武装力量，现在已经正在执行当中，预计呢是要6到8个月。而第2个阶段呢，则是透过强度比较低的战斗，地面部队扫荡残余的抵抗势力。而第3个阶段呢，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在加沙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权。有人就讲了，这个根本就是当初的广岛模式嘛。广岛模式是什么？就是对于已经露出败相的敌军，大规模的透过火力压制、轰炸，连续让这个抵抗之孤。不过呢，现在会不会变成这个顽强抵抗呢？为什么？因为讲哈马斯大部分呢都藏在所谓的地道啊，甚至是隐身在人群，甚至拿人肉盾牌当中。现在他们讲这个英国的无国界医生说，今天不惩罚以色列，他就会这样做，因为每个宣布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西方政客手上都沾满着这些孩子的鲜血，会不会打不到哈马斯，最后伤害到的却是当地巴勒斯坦以及加萨的人民呢？英国的网红则说，以色列和恐怖分子有什么两样？轰炸平民跟恐怖分子开枪射击有何不同？不过呢，现在讨论到加萨的危机，高达11国的领导人确定了一件事情：周6我们要出席这个埃及的和平峰会。埃及的官方指出呢，已经邀请了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和平峰会。会议就是要讨论如何避免加萨之间的纷争呢持续扩大，而以巴的新冲突不只是仅限于巴勒斯坦跟以色列，同时变成什么2大阵线的矛盾。这2大阵线是谁？一边当然是以色列跟美国，另外一边则是阿拉伯世界的国家。所以伊朗的外长就警告了，说现在呢这个冲突很有可能变成火药桶，随时引爆。为大家来介绍到，现在整个以色列的战况处于说北部有谁？黎巴嫩真主党，还有叙利亚，而伊拉克最近也发生了所谓的美军基地频频遭到攻击的事件，而约旦呢，则也处于另外一方。但回来到了南部地区的也门，则有青年运动
青年运动号称说，我有高达1200公里射程的飞弹、洲际导弹，可以直接打向你以色列本土的大城，同时也可以攻击你地中海的舰队。配合黎巴嫩真主党高达10万大军，而且具有上万枚远程打击的能力，以色列等于是什么？四面楚歌，遭到包围。所以美国呢也加紧的将弹药补给迅速的送往以色列。而现在以色列也不排除说，好，那我就双边开战线，与黎巴嫩真主党这方北部地区开始陆陆续续城市以及人民已经下令撤离咯。他们说，如果说黎巴嫩真主党持续的在攻击，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说，有需要我们就会在2条战线上作战。但现在大家最担忧的是什么？现在在约旦河西方也传出暴力事件，这股仇恨不只局限在以巴2个地区，而是在世界各地开始蔓延了吗？在北部边界的黎巴嫩真主党爆发了军事冲突，也激起了约旦河西岸的暴力活动激增。外界担心什么？约旦会不会和西岸成为第3个战场？回过头来，拜登对于整个以巴的战事，将自己居功厥伟，讲的说，不管说是呢，因为他撮合以沙关系，又或是说释放人质，都要有他的份。杨老师，你怎么看待美国在这一次所表的态度，到底是正确的，还是下错了棋？到现在为止2个礼拜，大家看到以色列方1400人死亡，巴勒斯坦方已经超过3500人死亡。而你知道现在还没有进行地面攻击的加萨地区最大的威胁是什么？是在被要求100万人在24个小时之内往南移动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营养不良，然后呢缺水，还有呢传染性的疾病。最重要的是，过去的这些联合国相关的这些医疗人员、工作人员也都被炸死了很多，然后呢都退出来了。今天才开始，今天上午，来自于埃及的少数的就是货柜车的运输才进入到，而且还个位数的，很多埃及人自己背的身体、背的食物、背的水，跨越了西奈半岛的沙漠，奔向这个加沙，但进不去。各位，面对这样一个情况，你也看到了，拜登总统毫无保留的，而且是非不分的支持以色列，马上就说第一时间，这个医院不是以色列干的。对，那这样子的情况，我觉得拜登这个政府啊，现在就开始在宣扬说，哇，他做了多伟大的事情，他带回了2名美国的人质，这跟民进党好像啊，无能又会大外宣，就是如此。那整个美国的中东政策，整个美国跟穆斯林国家的关系，完全一刀两断。那更不要说再持续这么严重的人道危机下去，甚至变成危害人类罪，而西方国家美国都无视于衷的话，那已经跟整个全球南方切断关系。可是我们来看，美国在他的这个就是民意调查当中啊，其实有将近这个50以上的人事实上是对于美国去援助就是以色列，并不抱持的完全赞成的态度。共和党的人超过60%。那然后呢？你觉得你比较同情以色列，还是你更同情这个就是巴勒斯坦人？事实上呢，当他问了同不同情以色列，有80%同情，因为看到那个画面。对。但他问你同不同情巴勒斯坦人呢，也有65%。所以我觉得一些讯息会越来越多的时候，拜登在这个以色列的问题上将会是他一个最严重的失败。但是呢，他的失败并不能够代表的就是说更多的人民可能面临到更多的这种危险跟伤亡。所以想问一下舰长因为现在即便以色列讲说我要大规模的透过这个地面部队来开始进行扫荡了，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哈马斯多数都隐匿在所谓的一般平民老百姓当中，甚至他们地下下水道高达500公里之长。如果真的这样开始进行行动，会不会最后伤亡惨重的还是他们无辜的人民？前一段时间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就说了，他掌握了100万个门号。那这100万个门号呢，他靠着这个移动，他可以了解说到底谁是平民，谁是哈马斯。可是呢，事实上来讲，他还是无法掌握。为什么他无法掌握呢？因为在地道里面，这个就是我们所可以看到的他的地道。这也就是为什么
哈马斯它可以进行这种猝不及防的对以色列的攻击，因为它这些火箭弹啊，它都放在这些地道的壁挂墙壁上。当然不止火箭弹啊，各型武器都是如此，还包含了无人机啊。那这个地道里面，它没有 WiFi 啊，那你怎么掌握它的位置？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但是，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啊。以色列有没有想要解决这件事？当然有，这个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以色列最新的这个。其实我们看起来好像是预警机啊，它其实不是预警机啊，它叫做 Orion。Orion 的这架飞机呢，事实上以色列叫这个飞机叫做什么？它叫做改变游戏规则。它为什么改变游戏规则呢？它其实它的功能非常类似美军的E-8。联合星，什么叫联合星呢？也就是联合监视那个攻击雷达系统，也就是当初我们看到美军在打海湾战争的时候，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准确的知道每一个那个战车部队的位置？那战车部队的移动，他为什么都可以掌握？就是靠这联合星。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架 Orion， 事实上它就是类似这一种联合星的这种功能。那也就是如果按照现在所画出来它的征收范围，完完全全的不但掌握了加萨走廊，掌握了约旦河的西岸，它还把这附近的所有国家，包含了约旦，包含了叙利亚，包含了黎巴嫩，全部都掌握在里面。所以其实他都用这种方法了解地面的这些车辆从哪出来，进去哪里，隐藏在哪里。所以其实大家也不要说觉得哈马斯在这一次的战争里面绝对必胜，没有，他们是必输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这如此呢？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人生，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眷恋，也没有什么可以再输了。爸爸妈妈都已经不在世了，然后房子整个被毁了，太太流离失所，那还有什么？当然只好靠一条命啊。那刚刚讲的那个3个阶段啊，那个我们想一想，在阿富汗是不是也是这3个阶段呢？也是这3个阶段，但是后来一样失败。大家都讲说穷寇莫追，但如今11国领导人想要这个创造出和平的契机，丁哥你怎么看？如今还有挽回的余地吗？这个所谓的和平峰会能否有效？其实联合国安理会上礼拜本来就想要来做同样的事情，结果马上被美国一票否决了。所以就表示美国因为被以色列所辖制，所以美国现在只能够跟随以色列的意志行动。那在这种状况下，这个峰会开了也没什么用。因为美国不同意，就白开了。美国是力量最大的国家，所以这个就是目前的难题。那我就觉得拜登很好笑，拜登居然好意思讲说，要不是因为有美国在，这2场战争会死伤惨重。你搞错了吧？刚好相反，如果不是因为你美国的话，这2场战争根本不会发生，不是吗？根本就不需要，就算发生了冲突，也会很快就弭平了，大家能够谈判，能够协商就解决了。就是因为你美国在中间搞鬼，才造成现在这样死伤惨重。俄罗斯跟乌克兰不是现在还拖在那吗？那哈马斯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美国从中作梗，安理会就做成决议啊，就不会有太多事情啊，双方可能可以停火了。结果呢？结果都是你美国在搞鬼，还好意思讲。所以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是把话都反过来说。那他连这个东西，他说他前半段说的是对的，哈马斯确实是因为美国想促成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的和谈，所以发动攻击。可是呢，并不是因为你让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和谈就会促成中东的团结，那绝对不会发生。以色列如果真的跟沙烏地阿拉伯和谈了，我告诉你，阿拉伯世界内部又要开始乱，就这么简单而已。因为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嘛。你觉得其他国家会如果看到沙烏地阿拉伯跟以色列和谈，甚至2个变成亲密伙伴的话，其他阿拉伯国家对沙烏地阿拉伯不会用很奇怪的眼光看着他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嘛。所以美国为什么要让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结盟？刚好跟拜登所宣称的目的相反。美国是希望中东陷入混乱，因为混乱它才能够浑水摸鱼。因为其实在促成中东和平的是谁？是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让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和谈的，这2个不同教派居然可以和谈，这才是让中东世界能够团结的方向。
结果美国不是，美国是看到沙特阿拉伯跟那个伊朗合作之后紧张了，他开始要赶快从中搞破坏，才故意弄这个以色列跟沙特阿拉伯和谈。所以这一切都是你美国搞出来的鬼，你还好意思讲？那现在以色列纳坦雅胡为首这些鹰派打算干嘛？其实他们就是要把战争持续下去啊。而且他没有在管。很多人说以色列不怕腹背受敌吗？不怕被三方围攻吗？以色列怎么会在怕？有美国人在帮他撑腰啊，美国人在守着他的后背啊。所以如果任由这一群人继续下去的话，中东只会兵连祸结，永无宁日。好，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张宇轩。如今美国在以巴战争到底是真心实意的想要促成和平，还是背后偷天踩火，让双边越闹越凶呢？如今呢，拜登说：“哎呀，我们抢救人质优先啊，各位，以色列应该要延后地面部队入侵加萨。”听起来好像蛮人道的，结果呢，背地里却在24到48小时之内，首批车队可能送通关援质到加萨。但是加萨的难民真的有拿到这些援助品吗？有人就说了，我排队5个小时才拿了4瓶水，而拜登却只准20辆援助车进入。对于灾民是这个态度，但反观对于军事援助呢，拜登要说，20辆卡车，人家至少需要2000辆，却给了以色列高达1580亿美元的什么？军事援助，甚至呢，在10月20号的时候呢，也将数以万计的乌克兰原本是提供给乌克兰的弹药转给以色列，嘴上说我来救你们，私底下却是大量的把弹药给往以色列送，甚至呢，有人不满拜登对于以色列的政策，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就说我们要兵变哦，这个兵变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国务院原本是这个政军事务局的主任 Joshi。保罗原本不满说你军援以色列这个做法，辞职之后，越来越多人打算加入这个行列，还有人呢在筹备批评说，对外交政策的内部，他要创立一个异议电报，把这个电报给送出去。但加萨人现在有多绝望，怕走到哪都无路可去。以色列轰炸加萨走廊北部的一处民宅呢，日前才造成高达17名生命不幸的丧生。如今呢，又再度轰炸，在10月20号的时候，加萨有个东正教最古老的教堂，也酿了8起人命的丧生。而弹如雨下，也让物资想要前进加萨更加的困难。埃及食物营养的人员就说了，他这种地毯式的轰炸，每个过境点，每分钟炮如雨下。那我该怎么样前去呢？而百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则是担心这个原本是军事的冲突，会不会酿成大灾难、灾难性的冲击？这位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葛兰迪，他在讲的是什么？当然是灾民的处境。而如今网络上现在呢流传了几部影片，其中一名小女孩，也就是这个难民，被问到说过节想要什么？他的答案却让人非常的鼻酸。我们看一下画面。يا عروني شنو منيتك على العيد؟ يجي أبوي وين البابا؟ ميت. 小孩子是一个国家的希望跟未来，当然他未来的成长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至关重要，但却在加萨有一名儿童被问到说他想要做什么，他说我想当医生。我们来听听小女孩怎么说的。دكتورة؟ ليش حابة تصير دكتورة؟ عشان أعالج الناس. ليش بدك تعالج الناس؟ عشان حرب. حرب؟ 战争的摧残下，小孩子绝对是最可怜、无助也无辜的受害者。而如今，以巴这把战火也烧到全世界，导致世界各地开始分裂，仇恨情绪高涨。英国媒体呢，就因为加沙的军事，将恐怖威胁等级提高到最高级，甚至呢，这 Politico
也说政府正考虑将恐怖主义威胁等级提高到危急及最高警戒，但是在欧洲各地也频频传出恐攻，并不太平静。西班牙呢就因此加强了反恐警戒，因为包括法国、包括比利时都陆陆续续发生了不幸的憾事以及恐怖攻击。西班牙呢虽然维持在次高的第4级，但内政部下令说会加强反恐警戒。但在美国国内则产生了分裂的浪潮。美国旧金山的民众呢，有人集会游行支持巴勒斯坦，但在约旦这个地方，却有发生以国驻安曼的大使馆怎么样遭到人恶意的纵火抗议。于此呢，也有100名的抗议者跑到了时代广场，在美国要求释放哈马斯的人士，以及这个纽约大型的示威也促成政府说：“赶紧。”如同刚刚的这一场抗议游行，赶快把人质给救出来。但是在拉美挺巴赞的游行，一样有人在抗议美国支持以色列。所以与此同时，同样一个美国，同样一个纽约，却纷纷有人支持以色列，有人支持巴勒斯坦。这场国际的抗争越演越烈。不过，对于回过头来想问问看杨老师，对这个抢救人质优先，美国玩这个双重标准。一边说要救人，一边送弹药，到底有何居心？问清楚啊，完全的去支持以色列，毫无保留。以色列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从宗教、种族到地缘战略，他要在中东地区放这样子的一个棋子。那当然，从1948年之后，西方的新殖民主义的一个象征，那当然要保护这些人。而这些人不断的就是在透过全球的犹太人提供美国跟西方政客他们的竞选经费，然后呢掌控的媒体有图有真相。那所有的 CNN 都把这个1400个人以色列人的死亡用最近的距离，然后呢呈现，不断的在媒体上告诉你，你当然就非常的同情他，可是呢却完全只是一个数字的带过去，他。这个空袭已经造成3000人死亡，就这样子。我们是在全球的媒体里面去做搜寻、去做了解，才看到更为悲惨的巴勒斯坦人。各位，你知道，在2次大战期间，德国纳粹花了1年半时间，移动40万人的犹太人进入到集中营，而今天犹太人、以色列人却在1天之内要求110万的人。从加沙北部移到南部，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比较？然后呢，最大的露天的监狱，种族隔离的露天的监狱，随你的去炮轰，是不是？接下来是更为严重啊！那他讲的3阶段要建构一个安全政权，意思就是他要杀死所有的哈马斯，但哈马斯都在人群里面，你会造成多少的人群的死亡？这个已经不是。那个突然爆发的恐攻，这个是有计划的，而把人民的伤亡当成只是一个旁边的附带。我就来讲一下哈，就在上个礼拜，以色列现在这个总统，以色列有个总统啊，虽然没有实权，他说加沙没有无辜平民，他对哈马斯杀死以色列人负有责任。关于平民不知情不参与的说法并不属实，这是以色列现在的总统叫做 Heroes 他所讲的。以色列的现在的国防部长在开他那个战时内阁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决定要下这个决定，以后不存在巴勒斯坦这块地方，我们要对他们进行封锁，没有电，没有食物，没有燃料，禁水禁电，断水断电断能源。我们正在和人形动物，这他讲的哦 ，human animals， 人形动物。那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当你的拜登美国总统毫无保留去支持这样子的美国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在进行这样子一种报复，这是一个纯粹报复的一种，就是说接近屠杀、种族灭绝、危害人类，而且是眼睁睁的在我们的眼下。但是呢，这是一个权力的世界，又完全讲权力，连旁边的阿拉伯国家只能聚在一起开和平这个会议。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也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安全，也为他们自己本身的人民，你去跟以色列打仗。以色列有各式各样的武器，美国的武器，美国你看现在1580亿美元提供给以色列，还需要吗？是不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些中东国家只能够自保。但是呢，当然哦，各位你不要忘记了，当911事件发生的时候，911那些挟持的飞机撞大楼的那些人哦，是来自于中东各国，人民是会抗暴，人民是会抵抗的。不过回头来想问问看吕舰长，那到底现在这些加萨100万的难民该何去何从？好像逃到哪里都不是办法，无路可走。为什么这么说？到医院去，医院被炸，但是这件事情不是没有答案的。我们一般只看到的是上面这张照片，上面这张照片我们看了一个很浅薄的弹坑，但是很明显的，这个红色的颜色事实上是被后来加注上去的。事实上，也就是它的弹坑的外面形塑的是这个样子，也就是飞弹是从这里落下来的。那从这里落下来代表什么？因为我们都没有看到当时一个完整的地形，但是现在出现了，就是这个喷溅的地方，然后如果加上一个那个指南针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东南西北。那这个飞弹就是从东北一直到东边飞过来的。加萨走廊的东边跟东北是哪里啊？是以色列啊！以色列你还否认？然后后来出现了这么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呢，大家说，哎，这个证明了是哈马斯自己的火箭弹掉下来砸中了阿里阿拉伯医院，哎，正巧不是。为什么？因为它其实那个影片里面是有音频的。那它这个音频里面有什么关系？因为拍摄的地点在这，被炸的地点在这。如果说是正如以色列的讲法，它是从后面从加萨走廊这样子一路飞，然后发射失败打到阿里阿拉伯医院的话，它会出现什么状况？这个时候科学就来了。科学是什么？都卜勒效应。我们听到火车那个鸣笛的时候，事实上它越接近的时候，那个声音是不是越高？那它离开的时候，声音是不是越低？结果这个音频被分析了，也就是它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但是就命中了。也就是如果相对于这一点的话，它应该会有一个降低的过程，但是偏偏没有降低的过程，一直是越来越高。为什么？因为飞弹是从东边飞过来，所以越来越高。相对于这一点来讲，所以这件事情不是没有答案的，只是你以色列不承认，美国手上有答案不拿出来。事实上，为什么这一次跟以往的以巴战争不一样？大家通通都来帮加萨走廊这些人民出来出头，因为你以色列当初是怎么镇压的，大家有目共睹。是彬哥，其实我觉得以色列现在表面上说他是要把哈马斯连根拔起，要把所有的哈马斯全部消灭掉，可是以色列其实跟你我一样都很清楚，这是绝对不可能。实际上，他就算把加萨走廊里头现在这200多万全部杀光，哈马斯还是会存在。为什么？因为很多哈马斯根本不在加萨走廊里头。他在卡达，在其他一些地方，请问一下，你要怎么消灭？你要冲到卡达去杀他们吗？还是要冲到其他阿拉伯国家去杀他们吗？所以以色列所谓的要把哈马斯连根拔起，基本上是一个幌子。他真正要做什么？他真正其实就是要重新占领加萨走廊，他要重新把加萨走廊纳入他的国土，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只是他现在没有明说而已。虽然拜登一直在讲说，你如果重新占领加萨走廊是一个重大错误哦。但是你觉得纳坦雅胡有在管这些吗？我觉得他没有在管这些，因为对纳坦雅胡来讲，他现在其实岌岌可危，因为国内对他的制度非常非常低，很多人都认为战事一结束他就应该要下台。那纳坦雅胡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办法？他如果还想要继续保有执政权力，很简单，就挥军进入加萨走廊，然后把加萨走廊拿回来，然后从此以后他就变成他不再是一个就是被国民所厌弃的人，而是以色列的民族英雄。他可以以以色列民族英雄的身份继续统治以色列，我觉得这是纳坦雅胡现在正在做的事情。那美国知不知道纳坦雅胡想这样做？美国知道，可是美国阻止得了吗？美国看起来并不想阻止啊，因为美国对拜登来讲，选票是更重要的事情，以色列人的支持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为了自己的选举，拜登是不敢得罪以色列人的。那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就只有看到悲剧一定会不断的上演。现在呢，在以哈战争，有人说以巴，有人说以哈，因为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一回呢，在加沙走廊这一边当权的是哈马斯政权。好，现在呢，以色列就直接讲了，他们要消灭的就是这个哈马斯政权。他们说呢，已经做出了3阶段的作战计划，那他们要在这边建立一个新的安全的政权。好，到底目前美以两国是不是在领导人对面对话之后，已经真的有一个新的方案出来了。彭博社的报道说呢，他们现在有可能会在加沙这边组一个临时政府。那你要怎么进去呢？现在确实啦，在哈马斯这边，他们也是已经筹备多年了，所以是有一些的炮弹存粮的。他们就直接讲了，以色列如果入侵的话呢，可能是多线作战，直接呢用第9推土机，也就是这个直接先把炸弹全部清掉之后，然后地面部队就整个进去。但是所有的国际媒体，所有的这个人道组织都提醒你了，这里面多是平民啊。目前在他们轰炸了加沙走廊之后，已经有超过1600名的儿童丧命，丧命的人里头40%其实是小朋友，这真的是看了揪心啊。因为呢，现在有当地的周刊报道说，现在爸爸妈妈很担心战乱当中小朋友会不见，所以必须要什么？必须要把孩子的名字还有身份写在手脚上面，然后以防他在轰炸当中失踪了，怕这就是一个可能一见之后，下一次再见到不知道是何时何年何月何日。幸存者直接告诉大家，在你们轰炸的教堂里头，其实通通都是平民啊，听听他怎么说。كنا مخليين بالكنيسة كلنا حوالي 400 واحد مسيحي وقاعدين في امان الله يعني ما فيش شيء ما لقينا الا القصف علينا كله نزل طابق علينا كامل من غير اي تبليغ ولا اي تحذير ولا اي شيء. هل في ناس لسه تحت الأنقاض ولا في كلمونا قالوا لنا لازم تطلع الجنوب لازم تطلع الجنوب لازم تطلع الجنوب قالنا انا ما بدناش نطلع من غزة بدنا نموت بغزة موتونا في غزة نزلوا صاروخ مباشرة الطابق。好，当地人呢，他没办法，只好进到教堂里头去避难。然后你听到刚刚那个妈妈的讲话的同时，手里面有个孩子，旁边满是孩子的哭声。这就是目前在加沙这边。其实呢，你透过不管是X 或者是呢，在网络上面的各种的国际媒体看到的状况都是这样。可是与此同时，以色列说我要警告他啊，我有警告医院说，我们之后可能会去有一些动作、军事行动，你们赶快走啊！但是来了，问题来了，400多位病患，1万多人在避难，你要叫他们走去哪里？老弱妇孺，很多人其实呢，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行动能力，你要叫他去哪里？你要叫他们怎么样？赶快走呢？其实呢，在目前国际当中有非常多的人道救援，都希望能够进去，能够帮助这些平民百姓。带您来看到了，在埃及这边的拉法关口20号无法开放，但是呢，在外头是已经有100辆卡车就这样直接塞在这个边境关口这个地方，这些都是物资，这是来自于世界各地希望进到加萨里面的物资。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也在这个关口有数百名的埃及抗议者，他们尝试希望能够突破，他们希望呢能够进去里面。我们看到有的人呢，他是带着物资来这边，他们希望送暖，他们希望让里头加沙的平民知道说，有人在这个社会上面，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在援助他们的。好，埃及政府现在已经讲了，他们希望呢能够站出来办一个和平峰会，邀中东啊等等多国一起来出席，主要就是告诉大家，人道救援呐，你们讨论你们的政治、你们的立场的同时，是不是能够理解人道，大家同而为人？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社会氛围当中，你也可以看到了，全球有很多地方站出来表达不同的声音。他看到美国或者是主流的西方媒体，可能呢比较多是挺以色列的，但是你所看到的黄点点的地方，就是声援巴勒斯坦在全球的各个角落遍地开花。约旦
当然不用说，一定穆斯林大家就是挺这个巴勒斯坦这边嘛。可是你知道吗？在澳洲也有数千人，甚至呢，法国、美国、菲律宾很多地方都有人站上街头，希望的是以色列停止攻击。而这个国家比较特别，就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其实呢，在以哈战争发生的第一时间，他们就已经讲了谴责以色列，很明确的说出来。好，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国内其实舆论是整个翻掉的。甚至还有人直接讲了，我们直接派维和部队进去帮忙巴勒斯坦吧。好，安华呢，他直接讲了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直接进去，因为必须要联合国或者是在中东这边的国家，他们愿意，我们才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行动。但是他们的前首相马哈蒂就直接的说了，说拜登怎么一开始就明目张胆的撒谎呢？其实这一些以色列的暴行，应该都是源自于美国的支持吧。好，土耳其的埃尔段呢也直接讲了，说现在以色列在加萨这边的军事行动，在他看来是一种种族灭绝，原因是因为安全是不能够透过屠杀妇女还有儿童来达到的。大家讲到的都是这场战争对于平民的影响，到底有没有看到呢？目前双方死伤人数已经差这么多了，什么时候才会喊卡？回过头请教帅将军怎么样来看？因为现在以色列军方是已经有3个阶段的作战计划已经进来了。首先，我们刚刚看那个画面，这个母亲抱的小孩啊，这小孩的手脚上写上名字啊。各位都知道，人世间最悲痛的事情就是生离跟死别。他对自己的未来毫无把握，生离走散了，只好将来找回来，知道他名字是什么；死别，将来这小孩也知道他父母是谁。所以这个东西啊，全世界看了以色列做得太过火了。你报复哈马斯，刚开始大家还没有意见，等到你开始断水、断粮、断电、炸医院、炸教堂，那你就是无差别的屠杀百姓，而且让这个援助物资堵在埃及不让进来，你活活把人家渴死、饿死嘛。所以这种手段已经超过一般战争的行为了。你看俄乌战争里还有人道走廊疏散几十万人出去，你以色列就这么狠吗？非要赶尽杀绝吗？好，我再来讲以色列的三阶段，它是怎么算的？因为它很清楚，哈马斯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组织，一个宗教的组织，反以色列的组织。你把它首脑杀掉了，明天就有一个。那任何游击队是要靠老百姓来养的，来资助的，来协同的，所以他第一步要把加沙走廊的老百姓赶走，剩下的就是哈马斯，那我就可以对他痛下杀手。那把老百姓赶走，你也应该用比较人道的方式。你怎么能相信你以色列不懂吗？一个医院上万个病患跟家属，他怎么走？他走得动吗？交通工具在哪里？医疗设备在哪里？那就是摆明了就是屠杀嘛。那他第一阶段把老百姓赶走了，第二阶段就是什么？拿推土机还不断的轰炸，把你加沙走廊北边所有建筑物全部轰平。然后因为加沙一定是哈马斯一定是打城镇作战嘛，城镇作战我们不要去看都可以想象得到，在街道里面摆地雷，哪里拉铁丝网，哪里放机枪堡，哪里放阻击手。所以以色列现在外面10万大军都不动，为什么？他要等那个推土机加上装甲，装上防弹玻璃，把你所有建筑推平，地雷推掉，这个铁丝网压掉，哈马斯的地道口给你埋掉，他才正规军敢进来。因为以色列军队也怕地道的哈马斯冲出来一顿扫射，以色列也有伤亡。何况你走到前面去，后面又什么时候钻出来都不知道。所以第二阶段他是把这个哈马斯封锁在地下，慢慢来清除。第三阶段就建立加沙的政权。开玩笑啊，你对他们老百姓这个样子，你还能扶得起一个傀儡政府吗？对不对？哈马斯说你杀的越多，将来投靠哈马斯的人就越多。所以美国今天来介入啊，你只是让其他想支援伊拉克这个
伊拉克半岛的这个巴基斯坦的难民呢，他们会激起这些小国家啊，我不能敢跟你美国打，我到你美国去搞恐怖主义可不可以？你这些当年英国的、法国的、你们 G7的支持以色列的，我通通在你国内里面。现在从阿富汗战争，美军撤退留了很多美式装备。俄乌战争，乌克兰卖了很多美式装备，刺针飞弹、标准飞弹，这些东西只要运到人家欧洲随便哪个城市，在哪个机场附近，对你机场起飞的飞机一发，就死200-300人，对不对？恐怖的手段很多，所以我担心这一次美国处理不好，就引发了第二次全世界的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又来了，全世界的经济也受影响，政治也受影响。其实对于这世界上面，大家说和平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大家唯一的共识。但是现在就发现了，全球呢就开始有不同的声音出来。以前呢，包括吴老师刚刚在讲了，美国他们给大家灌输了很多观念，好像是比较偏倚的。但是现在呢，在国际上面发现，约旦之外，包括了澳洲，包括了美国，包括了菲律宾，包括了法国，大家突然之间发现是要求以色列停止攻击，立场上面开始出现一些不同。吴老师，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战争不是战争不容易发生。其实坦白来讲，你把人类立场来看，但是不代表人类是不打仗的。战争其实我们有讨论一些，我们是生而为人是生而为会战争，还是我们战争是后天养成的？这个有一个大的辩论。但是你要看这个以哈之间的冲突，他们是从不断的我们讲的冲突升级，或者是刚才像蔡委员讲的敌意螺旋或战争螺旋产生的。其实观众朋友我们很清楚，比如小朋友在打架的时候，我们知道小朋友是会打架了，真的不好，不鼓励哈。但是他们就是这样的，我推你一下，你再推回来，我赏你一巴掌，我又赏回来一巴掌，对不对？我打你一拳，你又打我回来一拳，我摔桌子你就摔椅子，它是不断的在升级当中，到最后才我们演变到所谓的最后的战争阶段。其实以色列跟哈马斯他们过去从08年、14年到21年，我们要看他们发生多少的冲突，只是我们没有那么去注意而已。好，包括14年的保护边缘行动，以色列一天炸190个哈马斯在加萨的设施，那有死人的啊。那当然，哈马斯也有反击回来，他潜入以色列也杀了许多以色列的军人呢。那这个就造成他们之间的这个仇恨是很难去弭平的哈。那这次我们看，现在以色列重军压境在加萨，其实他已经告诉了整个世界说这件事情我要处理完。所以其实我们在看的是冲突还在升级哦，它并没有一个结束的情况哦，有可能会继续往前推进。如果真的以色列真的要处理掉这个哈马斯的政权，真的把哈马斯从地表上消除，再重新建立一个所谓一个新的管理加萨走廊的一个代理人的时候，那个事情是非同小可。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很紧张，不但航母派过去了，拜登也去了。可是拜登一开始去的时候呢，口口声声说我一定支持以色列，甚至还有一说我要把哈马斯从地球上也要消灭掉。后来别人说你确定要这样讲吗？他说没有啊，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会破坏一个中东的平衡的。其实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以来，他一直认为是要做什么？以拜登上台的时候，他讲了要做一个所谓离岸制衡。所以什么叫离岸制衡？简单来讲，就是以美国的霸权，他现在要插手的事物太多了啊。中东依照过去的和平进程，他们认为好，让沙烏地阿拉伯跟以色列的关系稍微好一点点哦。虽然沙烏地阿拉伯跟以色列关系好，但并不是直接影响到这次冲突的主要原因。但是他认为，因为这个关系让所谓的中东的权力均衡达到一定的平衡了，美国不用插手。但是没想到这一次事情发生了，所以他是希望以色列纳坦雅胡，你要好好的处理这件事情。如果你真的开进了加萨，让这个军事打破了，那很麻烦的是，以色列在阿拉伯国家会不会反过头来对以色列进行攻击？我们讲真主党蠢蠢欲动，伊朗蠢蠢欲动。如果这个军事被打破了，美国是不是还要再插手呢？那他乌克兰、以色列像两面了，那台海呢？南海呢？美国能够三面作战吗？一个过去的自由主义霸权现在有点衰弱了，它能三面作战吗？这我要再打第二个问号了。
是要请教这蔡正元博士啊，原因是因为其实现在在中东这边已经开始穆斯林的相关政权当边，他们才开始讲要办一个和平峰会，那邀请的就是做东的是埃及，说邀请大家一起来出席，看看怎么样能够来进行人道救援，因为太多东西，其实太多人希望帮忙了。在过去5次的中东战争，埃及都是主要的战争的要角，没有埃及参加，中东战争几乎打不太起来，都以色列一边倒的打。但即使如此，过去5次的战争都是以色列获胜结束，埃及都是战败。那埃及现在要办这个和平峰会，就表明他不会派军队进入加沙走廊。对，那我也不要用很冷酷的这个心情跟大家讲，我们看太多的巴勒斯坦令人悲伤、令人同情的视频，不管老人、小孩、妇女，但是我们的同情，坦白讲无济于事。全世界再多的示威、再多的谴责，也无济于事。然后再多人交头接耳的责骂，我们都帮不上忙。全世界处于一种无助的状况。这场战争产生它自己的逻辑，到现在为止，你看过哪一个国家？中国、俄罗斯、加拿大，或者甚至于那些什么人权大国，有谁站出来制裁以色列？连阿拉伯国家都没有。为什么？大哉问，连制裁都没有，更不用说派兵了。那你如果没有派兵，你根本制止不了以色列的军队进入加沙走廊。所以你会看到加沙走廊跟哈巴斯两边会打成一团，就像刚才讲，敌意螺旋已经到了巅峰状况，双方面打得你分不清自己了，就是杀红眼就根本拉不开了。它不是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这种战争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累积到现在，他们要做一个决战，要做个决战。那决战旁边老百姓就很可怜了。对。可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决战？第一个很明显的，纳坦雅胡本来是要下台，是个贪污腐败的政权啦，他觉得这个战争打越久对他政权有利啊，说不定可以反转变民族英雄啊。谁摆在前面的例子？泽兰斯基就是一个非常贪污的总统啊，俄乌战争一打的时候他变英雄啊。纳坦雅胡就想要扮演这个角色啊。哈马斯没有错，是个组织，但是也是个政党。他这个是有武装型的政党，他根本就是统治加沙走廊。他有没有在乎这个所谓的加沙走廊老百姓的生活？他是在跟另外一个政党叫法塔政党在争夺权力，争夺巴勒斯坦的权利啊。是他好不容易控制加沙走廊，他觉得这一次突袭的时候，说不定可以取代这个在约旦河西岸的法塔政权。换句话说，哈马斯有他的私心，纳坦雅胡他的私心。借着这一次的战争，他们取得他们个人的政治利益。但可怜是什么？这个加沙走老百姓很可怜啊，以色列老百姓也可怜啊，所以最重要能够制止这场的人是谁？是拜登啊。他昨天演讲怎么讲？2件事情。第一个，他认为铲除哈马斯是对的。对。第二个，他认为加沙医院前几天爆炸跟以色列无关，等于让以色列有个舆论的优势。那你美国都战争了，其他人更能够插手吗？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不客气讲，美国航空母舰弄个伊朗也没办法了，所以没有人能够插手。我们只看他最后来收拾残局。那换句话说，大家都准备一点钱，等到来帮助战后的加沙走廊了。唯一的一条路，我们所能做只剩下这个了。好，到底我们能做什么呢？美国态度又是什么呢？刚刚呢，委员特别提到了拜登的态度。拜登呢，现在他在讲话的时候，他说哈马斯为什么会突然之间突袭以色列？原因是因为我撮合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两边的关系，他担心整个中东地区会团结在一起。那同时大家也在问他了，你是不是真的有要求以色列应该要延缓入侵加萨？本来呢他说是，结果后来白宫澄清说不是啦，我们是没有听到这个问题，所以你听到的那个跟回答你的问题不是同一件事情。好，到目前为止呢，其实拜登有很多的谈话跟很多的举措，在国际上面，大家开始讨论，也有些争议，包括呢，他到了前线去跟美国驻以色列的特种部队来合照，结果第一时间照片不是长这样，照片呢是把人家的脸通通呢非常清晰的露出了。那马上呢，下面就有曾经退伍的军人讲了 ，Oh my God。
他现在泄露的是很有可能会被他们的这些家人啊，或者这些军眷会被锁定的，因为三角洲部队、特种部队不是一般的部队啊，他们必须要保持他们的机密性，以及呢，他们必须要保持他们的神秘性。美国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拜登心里面在想什么？好，拜登现在呢，他为什么要有这一段演讲？为什么要这一段谈话？因为要跟国会要钱。现在呢，跟国会要求要拨款1060亿美元，协助的就是以色列、乌克兰。这里头特别提到了中国，为什么又提到中国啊？原因是因为呢，他们现在不是讲了吗？就是航空母舰。中东有战争，但是不能落掉这个亚洲。现在呢，他们还看到了中国有6艘舰艇要前进阿拉伯海，而且呢，这里面说呢，防空的、防潜的、反潜的，通通都有，肯定要担心一些。所以呢，他们就直接讲了，说这个到底是不是中方他们的用意是什么？要来了解一下。虽然我们的航母战斗群在这边不用怕，但是中方的意图是不是让美方真的很担心呢？ CNN 是这样来解释的：为什么在这一次的这个战争上头，你好像看到北京跟乌克兰战争里面的俄罗斯，跟这一次以哈战争里面的巴勒斯坦都特别的比较没那么远离，主要原因是因为石油能源的利益。说现在中国经济不好，所以能源问题很重要。但是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之下，其实有很多人是不信服的，像是这位女士，她就直接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直骂记者。You own the narrative. You own the United Nations. You own Hollywood. You own all these mouthpieces. Where are our voices? Our voices need to be heard as well. Where are your condemnations? Where's your channel covering this? Cover this. Say the truth. We understand you're an employee. You're just a puppet. You're just a mouthpiece. Understand you represent your government. But that being said, you're a country that's claimed free speech. And now we are watching an occupation, and we are watching the result of your silence, of your misrepresentation of Arab. 好，其实呢，不是只有这一个，你现在在网络上面也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类似这样子的影片，在网络上面疯传，大家呢就开始在讲，网络现在已经是一个不同的世代了。结果呢，现在竟然在巴勒斯坦人的 IG 自我介绍上面被冠上了恐怖分子。那当然啦，这一切是翻译机器的问题，但是巴勒斯坦人就想问了，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标签化的内容呢？其实呢，现在在美方跟在东方这边看起来，你好像看到了一些不同的氛围。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过去这一个星期，以哈战争是美国这边所有的媒体报道的一个主 key 主旋律，但中方呢，中方在“一带一路”峰会，所以呢，大家就在讲了，这场冲突是不是反射到一个国际政治的分水岭呢？两边谈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关注的也开始是不一样的内容。哈佛大学呢就直接讲了，好像在中东这个地方，美国、中国的势力是有此消彼长的，而他认为这其实呢对全球是有利的，特别是在那一个我们认为的霸权，那个跨大西洋的小圈圈之外，很容易获得共鸣。好，目前美方其实没想要放手，特别是呢，在先前他们不是通过了一个什么印欧经济走廊的方案吗？因为那个时候呢，在这个 G20 峰会里面就有特别提到了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好，这些方案呢，说现在让土耳其感受到危机了，所以他们特别呼吁要加强的是“一带一路”的深度合作，他们要加强跟中方的合作。到底世界局势之后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转变？要请教帅将军怎么样来看？因为呢，现在拜登的讲话其实至关重要，他到底在挺谁？这个印度讲的这个拜登搞的这个印欧走廊啊，那这是打打嘴炮而已。从孟买坐船绕个大个半个印度，然后在沙烏地阿拉伯杜拜上岸，再换铁路，铁路以后换到下一个海，再上船。对，到以色列海法。这哪个商家愿意这样折腾啊？这边报关、装卸，然后再卸船，再上火车，火车再下车，所以这个是完全出于对“一带一路”的嫉妒，因为“一带一路”啊已经10年了，人10年不管怎么样，前面千辛万苦
打通很多关节，铁路通了，铁路通了，生活圈、经济圈就发展了，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成果了。所以今年的“一带一路”100多个国家、34个实业团体都去了，这个让西方国家看了是很不好受了。因为这个经济体如果将来真的发达起来的话，美国、西欧这个G7的根本没办法抗衡的，因为它市场也最大。最主要就是说，中国大陆自从沙特加入进来，资本额是不是又增加了？对不对？可以投资了。第二个，中国大陆有投资的技术、有材料、有人才，啊，你国家只要有需要、有投资、有人才、有技术，我就帮你盖起来了嘛。那这些“一带一路”很多国家都是内陆国，既没有发电厂，也没有海港，也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铁路，所以处在一个贫穷、没有开发的状态。那今天看到一线希望，他加不加入？他加入以后，你美国的世界版图你就输人家很多了，对不对？因为欧亚板块等于是纳入在这个中俄两个合作的这个手上了嘛。是。那这个样打起来，你当年美国靠海洋治国的企图就削弱了。加上中东，美国已经失去人心。中南半岛本来就不是它地盘，非洲，中国大陆也弄了很大一块。是。中亚。中国也拿走了一块，我们把地图打开来一看就知道了。是我们先进广告，广告回来，我们今天嘉宾帮我们点评。好，之后1号战争会如何发展？其实美国角色至关重要，来请教委员。先说一下美国的三角洲部队，其实它的正式编制叫美国陆军第一特种部队。这个陆军第一特种部队是在1979年成立的。那1980年，他干的第一件糗事就是援救这个在伊朗的美国大使馆的人质而失败，号称鹰爪行动。那从此以后都只能干一些比较小型，什么跑到格瑞纳达啦，什么跑到那边去啊，后来在阿富汗才慢慢建立一点声望，到伊拉克，但是都没有跟比较大型的这个国家，像伊朗这种作战过哈。那我们要特别提一下，他本来潜在敌后运作了。连曝光当然是很危险一件事。我这拜登实在是个不晓得怎么讲他，不是我不能像虽然说骂他太离谱了一点吧，哈，是一个不错的部队啊，但是战功谈不上啊辉煌了哈。那我觉得哈佛大学的 Stephen Ward 教授讲的是对了哈，是。不过他讲错，他说美国跟中国在中东的角色此消彼长，那是当然了。经过这以巴战争，你说中东国家怎么看中国，怎么看美国，一定会或穆斯林国家，不只是中东国家，是态度会不一样啊。他说在跨大西洋小圈子之外哈，中国很容易引起共鸣，不是跨大西洋，只有在北大西洋以外，连南大西洋都不理美国，这是比较事实精准的说法。但印度，那土耳其哈说要取代印欧经济走廊，就是要利用“一带一路”的扩大版。这本来就事实上会形成了一个现象嘛。“一带一路”今年的高峰会大概是今年所有的国际峰会里面最成功、最盛大的吧。其他什么 G20 啊、G7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太平洋岛国峰会都没有一事无成啊！哈，那这个我觉得台湾的那个绿色媒体一定要越读者把智商降到50以下才看得懂。他说中国6艘舰艇到阿拉伯海没有办法抵抗航空母舰战斗群，他这6艘船是做补给用的，他对抗美国的航空母舰干嘛啊？那这样子也能写成标题，你就知道台湾的绿色媒体丑中反中到什么程度，故意在制造两岸的敌意螺旋。是我们先进广告，广告回来，我们最后要请魏老师帮我们总结。对，那结束。好，最后我们要请魏老师帮我们总结。其实美国是怕一带一路，其实他们真的很担忧，也很，所以美国为什么拜登在竞选初期就喊出他要那时候还有一个美国版的一带一路叫什么？对，就是重建更好世界啊。那个题目叫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哈 ，B3W 啊，它就是美国版的一带一路，配合7国G7，最主要是提供发展中国家40兆美元的基础建设，包括了贷款啊、捐款啊，甚至保险啊。希望呢，不要大家只去拿中国的钱，麻烦也拿一下这个美国的钱。那所以他们在今年的 G7 哈，在德国南部开会，
开完会之后，他们就把这个推出来了，叫做全球基础建设与投资伙伴计划。简单来讲是美国版的大傻逼啦。啊，为什么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大陆在一带一路上啊，在给外交投资，我们讲外交援助方面，他们这些所谓新兴的援助国，比过去传统的西方援助国